2025年12月14日，一份破產申請文件被提交到美國特拉華州法院。申請破產的公司名叫 iRobot， 它曾經是掃地機器人行業的開創者，市值一度高達35.6億美元。而現在，這家昔日巨頭的所有股權即將轉入一家中國深圳公司手中，股價暴跌 72%， 市值蒸發至不到4000萬美元。35年的輝煌歷程就此畫上句號。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故事？一家曾經改變人類家居清潔方式的科技巨頭，為何會走向破產的深淵？1990年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3位年輕人創立了一家机器人公司。他們是羅德尼·布魯克斯教授、科林·安格爾和海倫·格雷納。這3個名字或許並不為大眾所知，但他們即將創造的產品將走進千家萬戶。iRobot 最初的目標並非家庭，而是星辰大海。1991年推出的6足機器人 Genghis 顛覆了人們對機器人的認知，如今被珍藏在華盛頓國家航空科學館。1997年，與 NASA 合作的火星探測機器人完成了人類首次火星探索。軍用機器人 PackBot 被部署在戰場上，在911後搜索廢墟，監測石油洩漏。每一個項目都在為一個更宏大的計劃鋪路，那就是讓機器人走進普通人的生活。2002年9月 ，Roomba 掃地機器人問世。這款產品直徑34厘米，採用邊刷加滾刷加吸塵口的3段式清掃結構，依靠行為策略系統以螺旋狀路線清掃。碰到牆壁時沿牆清潔，然後轉向繼續工作。更重要的是價格，當時競品售價2000美元，而 Roomba 定價僅為199.95美元，是競品的1/10。這個定價策略徹底打開了市場。上市後僅聖誕期間就售出5萬台，2004年銷量突破100萬台，2005年達到200萬台，同年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。那是 iRobot 最輝煌的時代，全球市場份額一度超過 80%， 截至2013年累計銷售超過5000萬台機器人。但繁榮的背後，危機正在悄然醞釀。技術路線的選擇是壓垮 iRobot 的第一根稻草。作為學院派團隊，他們對視覺導航技術產生了路徑依賴。2015年推出的 Roomba 980頂端安裝了攝像頭，採用 VSLAM 視覺定位技術。技術聽起來很先進，但市場並不買賬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廠商選擇了更實用的激光雷達方案。2013年，科沃斯推出激光導航產品。2016年，石頭科技發布米家掃地機器人，售價僅為1699元人民幣。高性價比產品迅速佔領市場，而 iRobot 旗艦產品售價高達1000美元，是中國同類產品的3倍。更致命的是產品迭代速度。iRobot 推出新品需要2到3年，而中國廠商的迭代周期只有6到8個月。當 iRobot 還在慢工出細活時，競爭對手已經完成了多次技術升級。中國品牌不僅有自動洗拖布、自動倒垃圾等創新功能，價格還更加親民。市場份額開始被快速蚕食。2021年，疫情期間居家清潔需求激增，iRobot 市值達到巔峰的35.6億美元。但從這一年開始，公司的獲利開始下滑。供應鏈壓力、成本上升、競爭加劇，多重因素交織。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3季度全球掃地機器人出貨量增長 18.7%。但全球前5大品牌已經全部被中國企業包攬。iRobot 的市場份額降至 7.9%， 正式跌出前5名。雪上加霜的是政策打擊。2023年，美國對越南進口產品加徵 46% 的關稅，嚴重影響了成本。預計2025年將額外增加2300萬美元的開支。就在這個關鍵時刻，亞馬遜在2022年8月宣布將以17億美元收購 iRobot。但監管機構的反壟斷審查成為了攔路虎。2024年1月，交易正式告吹。亞馬遜支付了9400萬美元的補償金，同日公司宣布裁員350人，約佔員工總數的1/3。希望破滅後， iRobot 陷入了更深的泥潭。2025年3月，公司表示正在評估多項方案，包括出售資產或戰略交易。
但到了10月下旬，潛在買家經過長時間談判後選擇退出。此時，一個新的身影浮出水面，那就是主要代工廠来自深圳的山川機器人。2025年11月24日，山川收購了 Aerobot 總額 1.91 億美元的未償還貸款，成為主要債權人。此時 Aerobot 還欠山川 1.62 億美元的制造費用，其中9090萬美元已逾期，累計欠款超過 3.5 億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現金儲備僅剩2480萬美元。公司總資產 4.81 億美元，總負債 5.08 億美元，股東權益為負2680萬美元，已經資不抵債。為什麼是山川？這家成立於2016年的代工廠，為小米、海爾等公司生產家用電器，同時銷售自有品牌清潔機器人。它在中國和越南設有基地，全球員工超過7000人，年產能達到850萬台。作為 Aerobot 的核心合同製造商，山川與 Aerobot 的命運早已緊緊綁定。如果 Aerobot 原地破產，山川的訂單鏈條將斷裂，巨額欠款可能血本無歸。於是，一場資本與債務的博弈開始了。山川同意推遲510萬美元的利息支付，至2026年1月15日為雙方爭取談判時間。最終在12月14日，重組支持協議正式達成。根據協議，山川將獲得 Aerobot 100%的股權 ，Aerobot 的普通股將被注銷，現有股東的股權完全歸零。公司欠山川的約 1.9 億美元貸款及7400萬美元制造欠款将被撤銷，其他債權人和供應商計劃獲得全額償付。2026年2月，當所有程序完成後 ，Aerobot 將從納斯達克退市，成為山川的全資子公司。這家曾經的掃地機器人鼻祖將徹底改換門庭。回顧 Aerobot 的倒閉原因，可以總結出幾個關鍵因素。首先是技術路線的固執。作為學院派團隊，他們對視覺導航技術的執念使其忽視了更實用的激光雷達方案。其次是產品迭代速度的落後，2到3年的開發週期無法與中國廠商6到8個月的速度相比。在快速變化的消費電子市場，速度就是生命。再次是定價策略的失誤，1000美元的旗艦產品是中國同類產品的3倍。這種高端定位雖然帶來短期高毛利，但扼殺了規模化的可能性。研發費用無法攤薄，形成了創新乏力、銷量下滑、成本高企的惡性循環。最後是外部環境的變化。中國製造的崛起用全新的產業邏輯重新定義了掃地機器人行業。貼近市場的優勢讓中國廠商能夠快速響應用戶需求，而美國的關稅政策更是雪上加霜。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 Aerobot 錯失了轉型的關鍵時機。2016年，公司將國防、公共安全業務出售，決定專注於民用清潔機器人。這本該是戰略聚焦，但卻成為了孤注一擲。當掃地機器人市場被中國品牌佔據後 ，Aerobot 失去了退路。如今，山川接手 Aerobot 後將獲得什麼？首先是品牌價值。儘管市場份額下滑，但 Aerobot 在美國和日本仍然具有影響力，分別擁有 42% 和 65% 的市場份額。其次是專利庫 ，Aerobot 握有大量專利技術，這些專利將幫助山川補齊高端技術短板。再次是渠道資源 ，Aerobot 在全球擁有成熟的銷售網絡。山川自有品牌已在高端市場登頂，疊加 Aerobot 的全球渠道，有望衝擊全球前3。最後是產能整合，山川年產能850萬台，加上 Aerobot 的原有產能，將進一步鞏固中國在全球掃地機器人製造中的絕對主導地位。Aerobot 的破產重組不僅是一家老牌科技巨頭的落幕，更映射出全球消費機器人行業進入洗牌期。中國代工廠已經從世界工廠進化為創新引擎。這個案例為所有創新企業提供了深刻的啟示。品類開創僅僅是起點，持續跟進市場需求，保持產品迭代能力才是長期發展的關鍵。硬件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兼顧技術創新與成本可控，任何技術路線都需要經受市場規模化的檢驗。
即便曾經開創了一個品類，也需要持續應對市場變化，才能避免從引領者變為被整合者。全球掃地機器人市场仍保持 15% 的增速，激光雷達、AI 視覺等新技術仍在不斷湧現，行業機會依然存在。但 A-Robot 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，沒有永遠的王者，只有永遠的進化。當你停下腳步欣賞過去的榮光時，競爭對手已經奔向了未來。35年的輝煌終成往事，從火星探測到家庭清潔，從納斯達克上市到破產重組， A-Robot 走完了自己的生命週期。他的故事既是一部創新史，也是一部警示錄。在科技的浪潮中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。